怀孕这天，全家欢呼雀跃，却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于老师，我听说你怀孕了，就要考研了，你怎么能怀孕呢？你怀孕这个事儿，我已经和其他同学的家长聊过了，我们不同意，这孩子别要了吧。她是单亲妈妈，对孩子的掌控欲强。一开始我劝过她，孩子已经长大了，很多事情该让她自己做主，不但没用，还换来了一顿冷嘲热讽。那之后我就很少管她的事情，可这次她竟然管到我怀孕这件事上。周玉妈妈，我理解你的心情，可这是我的私事。私事？你身为人民教师，怎么能有私事？你应该为孩子们着想。这通电话之后，第二天上课，所有家长堵在校门口，我只说了一句话，所有人都慌了。他让你不要孩子，还让你把手术记录发家长群，他疯了吧？简直欺人太甚！谁给他的权利管别人要不要孩子？考研前100天，辅导员怀孕就是对全班学生不负责。我建议大家一起向学院反映，让于老师拿出态度。真的假的？这种时候怀孕确实不太合适吧？太自私了，辅导员是不是该为学生考虑一下？毕业班辅导员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我觉得这话不太对吧？怀孕是老师自己的事，跟带不带班有什么关系？辅导员又不是保姆。对啊，考研考得好不好，靠的是学生自己，不是靠老师天天盯着。你们是不知道厉害，等你们家孩子考研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已经联系了几位家长，明天一起去学院讨个说法。于老师如果真为学生好，就该主动处理这个孩子。我不参加，这事跟我们没关系，人家怀孕是喜事儿。完全不为孩子考虑，你太冷漠了。别看了，都是一群被焦虑逼疯的人，快去睡吧。那些字像钉子一样扎在脑子里，我睡不着。于老师，你先别来学院，门口堵了很多家长。你干什么？去学院。你疯了！他们就是冲你来的，你现在过去不是往枪口上撞吗？我今天如果不去，他们只会觉得我心虚，觉得我真的做错了。可是你现在怀着孕啊，万一他们冲动起来伤到你怎么办？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底线，我不能让他们这么欺负，更不能任由他们随意抹黑。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扛。走吧，我送你。准备好了吗？没问题。快看，于老师来了！于老师，你总算是来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们所有家长一个交代。于老师，群里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在这个时候怀孕了？你是不是马上就要请假了？这节骨眼上换辅导员，多影响孩子。考研只剩下这么点时间了，你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万一耽误了班里的事情，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各位家长，我怀孕，这是我的私事。私事？你怎么有私事？你是布业班的辅导员，你怎么能有私事？你一怀孕，影响的可是全班几十个学生的前途，
就是啊，我们家孩子最近压力本来就大，你要是因为怀孕请假，班里的事谁负责？哼，这可关系到孩子们一辈子的前途，你总得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吧？什么交代？很简单，别要这个孩子，继续代班。反正月份也小了，现在打掉还来得及。为了工作，这点牺牲总得有吧？毕竟学生的前途最重要。你们这话说的也太吓人了吧？这怎么能是小事？孩子可是一条命啊！你懂什么？你家孩子成绩好，你当然不着急。成绩好不好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这根本就是毫无底线的道德绑架。我孩子昨天跟我说，于老师最近每天晚上还在熬夜帮他们修改考研材料，怎么就成了不负责任了？你们凭什么这么逼人家？我站旁边听着都觉得心里发慌，这叫什么事儿啊？简直是造孽！不管怎么说，马上考研了，他就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大家冷静一点，都别激动，千万别动手。各位家长，有话我们进办公室好好说，别在这里堵着学院大门口，影响实在太不好了。不行，凭什么进去说？就在这儿说。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必须把这件事说得清清楚楚。小鱼啊，这事儿闹得太难看了，你先表个态，稍微服个软，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吧。投资人，这种事情你叫我表态？于老师，现在不是争论对错的时候，家长情绪激动，闹到教育局会砸了学院招牌。你先服个软，表个态，事后我们私下解决。表什么态？我妻子怀孕是合法权益，个人私事，她没有违规，凭什么认错？你们是在纵容无理取闹。于老师，你昨天电话里能言善辩，现在怎么不敢说话了？心虚了吧？大家说说，他的私事会不会影响孩子们考研？肯定会。孕妇精力有限，根本带不好毕业班。就是频繁产检请假，谁来管我们的孩子？他担得起责任吗？这不是为了学生，是打着正义旗号的霸凌。你闭嘴！身为老师，就要以学生为先，这是基本师德。以前的老教师为了学生推迟婚事、带病返岗，你只是暂缓生育，为几十个孩子的前途牺牲一点个人时间，很委屈吗？周玉妈妈，你不是在讲理，是凭空给我安罪名，道德绑架我，逼我听你的话。我只是陈述老师该有的责任感，你根本不配当辅导员。谁说于老师不配？于老师一直认真负责，学习上严格督促我们，生活上也处处关照大家。我代表全班同学表态，于老师怀孕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备考。你哪里来的年轻人？大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我是班长，是于老师的学生，这事关乎我们，我有权发言。许宁说的对，于老师对我们非常负责，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们。你们不懂，关键是一直会被耽误，一点小恩惠就被蒙蔽，不懂现实。你们反了天了，赶紧回去，别在这碍事。同学们快回去上课，这些事我们来处理。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不走。周玉，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我让你过来，听不到吗？妈，够了。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说，够了。
于老师怀孕那是她自己的私事，你别再闹了，行不行？我闹？你说我在闹？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做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还有3个月就要考研了，你的辅导员现在怀孕，这等于天塌下来了，你知不知道？你倒好，你自己一点都不着急，反倒帮着外人来对付你亲妈。我没让你来，你没让？我是你妈，生你养你的亲妈，我每天盯着你学习，每天为你操碎了心。我做这些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谁？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你个白眼狼，你再说一遍试试。你只是想让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一个人的意思来。期末差2分90，你对得起我吗？今天必须写1万字检讨。你想搬出去逃避我的监督？行啊，我3天不跟你说一句话，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这女同学是谁？你谈对象不跟我说，给我把她拉黑。稍微差一点你就逼我写万计的检讨，你觉得失去了掌控，直接整整3天对我使用冷暴力，你半夜翻我的手机，监控我的每一条聊天记录，连我跟哪个同学说话你都要管。现在连我的老师怀不怀孕你都要横插一脚，你根本不是为了我好，你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那疯狂的控制欲，为了你自己痛快。这孩子过得也太不容易了。哎呀，别动手啊，有话好好说嘛。就是啊，孩子马上就考研了，你打他干什么？大妹子，这都是20多岁的成年孩子了，你当街动手打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孩子，你翅膀硬了是吧？你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丢脸，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人？今天在这里丢脸的人不是我，是你自己。都是你，全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要不是你平时在班上跟他们讲什么见鬼的尊重，什么个人边界，他今天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们这些当老师的，不老老实实教书育人，就知道在背后教唆孩子顶撞父母，你简直不配为人师瓢！让开吧，让我过去。你看那个人的样子，他有可能伤到你的。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顶撞你，我作为老师教给他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学会尊重别人。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你现在跟我谈尊重？你们当老师的就该先学会怎么尊重家长。周玉妈妈，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了，这跟尊重无关，这是我的基本人权。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明知道现在是考研冲刺期，是孩子们最关键的时候，还偏偏这时候怀孕，不就是故意的吗？考研冲刺确实关键啊，这个时候怀孕确实有点不顾全大局。你这话说的，人家怀孕也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吧？难道还能憋着不生？你就是想用肚子里的孩子博取同情，你想让全班的学生都围着你一个人转，你太自私了！周玉家长，注意你的措辞，你这样说话太过分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我哪句说错了？学院今天要是不从重处理他，我们就集体去教育厅，去上面讨个公道。对，去教育厅告到他们领导那里去。必须严肃处理，绝对不能拿我们孩子一辈子的前途开玩笑。你们干什么？退后！不许推我们的于老师！谁再敢往前走一步试试？住口！谁再敢逼他，我马上报警。报啊！有本事你现在就报警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合理表达家长的诉求，难道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大家说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为了维护自己孩子的前途和权益，难道有错吗？是
是啊，我们又没动手打人，没闹事。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今天带着这么多人来，根本就不是来和平讲理的。他这是做什么？还在煽动人群？他是吃准了我的身份，他笃定了我作为辅导员一定会顾及学院的面子。抛开老师的身份，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肚子里的孩子绝不是他拿来讨价还价随意牺牲的筹码。老婆，你别管，交给我来处理。没事，我自己来。都别吵了。你们不是想要说法吗？哼，好啊，既然于老师这么痛快，那你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话说清楚。你今天就在这里当着全场家长的面表个态，你是打算继续霸占着代班的位置，还是识趣点自己申请换岗？你是准备主动去医院处理掉肚子里的麻烦，还是让我们继续闹？就是啊，总得选一个吧，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你不能什么好处都占了，既要生孩子享清福，又要耽误我们孩子最关键的考研。今天必须给个准话，必须给答复，不然我们今天绝对不走。凭什么非要她选？她怀孕碍着谁了？你们这不是仗着人多欺负人吗？把一个孕妇逼到这个份上，太过分了。对啊，闹这一出，说到底就是有人想拿孩子考研当挡箭牌，故意逼着老师让步，真把大家伙都当成没脑子的人了。你们懂什么？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所有孩子们好。小鱼啊，我的姑奶奶，你千万别冲动，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先回办公室再说，躲一躲风头，别跟他们硬碰硬。我绝对不能退，今天只要我退了这半步，这件事就永远不会结束。对付这帮毫无底线的人，妥协只会换来他们的得寸进尺。他们今天敢理直气壮地逼着我去流产，明天就敢找个荒唐的借口逼别的老师辞职，只因为在这群极端利己主义者的眼里，老师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老师就活该是一件为了他们孩子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工具。你们堵在这里干什么？这里是学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给你们像在菜市场一样撒泼闹事的地方。我们只是有什么诉求，按正规流程去反映。聚众围堵学院大门，成何体统？都给我散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替自己辛辛苦培养的孩子讨个公道，怎么就成撒泼闹事了？就是啊，你们老师怀孕已经影响了我们孩子初次考研的状态，你们学院不仅不管不问，居然还在这里明目张胆的帮护短。你们领导今天到底管不管？不管的话，我们绝不答应，我们就继续往上告，让电视台和网络媒体来曝光你们这种黑心学院。大家冷静一点，先听我说，别吵了。我知道今天这关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谁也救不了我，只能靠我自己。要么我在这里低下头颅认输，任由这群打着为孩子好旗号的吸血鬼随意践踏我的尊严；要么我就彻底撕破所有的脸皮，让他们所有人都别想再继续心安理得地装作无辜的受害者。哟，怎么了，于老师？你终于想通了？你刚才不是硬气得很，说我们想要说法吗？那你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我们要的说法乖乖交出来。于老师，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你快点给个准话。你是自己主动向学院申请换岗，还是去医院把那手术做了，给大家一个安心的交代？就是啊，说啊，别在这装可怜，拖延时间。今天必须解决。这破事儿要是影响了我们家孩子考研的心情，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哼，一个辅导员在这个节骨眼上怀孕，就是不负责任。你们这群疯子，欺人太甚！小玉啊，你看这情况，事情闹得这么难看，对咱们学院名声多不好。你是个有觉悟的老师，大局为重啊！要不你就先退一步，道个歉，表个态，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别让事情不可收拾了。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无比荒唐。我只是怀孕了，我没有违背师德，也没有触犯法律，我不是犯了罪，
可站在这里的这些人却像审判犯人一样盯着我，他们逼着我拿掉自己腹中的骨肉，来换取他们所谓的安心和大局。既然你们连人性都不要了，想要一个说法，好，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谁都承受不起的说法。你们不是想要一个交代吗？好，我成全你们。从现在开始，谁再敢逼我流产，我就立刻报警。不仅如此，我会把你们在家长群里的所有聊天记录、逼迫我的通话录音，还有今天你们聚众堵门闹事的监控视频，原封不动的全部打包，一并移交给相关公安机关，还有各大新闻媒体，让全社会都来看看你们的恶性。他大概笃定了我是个拿死工资的辅导员，要顾及很多事情，所以无论他怎么道德绑架，怎么造谣生事，我都只能像个软柿子一样忍气吞声。你是不是忘了，人一旦被逼到退无可退，连底线都被践踏的时候，反而最不怕撕破脸。哎呀，于老师，你误会了，我可绝对没说过让你流产这种伤天害理的话，我就是顺路来看看情况的。对，昨天晚上那个逼你流产的电话我根本没参与，群里的消息我也没回，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要查监控查录音，可别把我扯进去啊！我早就在群里说过，让你们别瞎掺和别人私事，现在一听要上报，知道害怕了，真是一群乌鸦之众。你少在这虚张声势吓唬人！提意见，如果你们是真的为了学生好，想提意见，完全可以走正规程序，去办公楼找学院领导谈工作安排，而不是在大半夜打电话，以一种命令的口吻逼迫我立刻放弃孩子，不是在家长群里煽风点火，逼我把手术记录发到群里供你们验证，更不是像混混一样带着一帮人堵在学院门口，用扰乱公共秩序的方式来威胁一个孕妇。你这根本不叫维权，你这是赤裸裸的逼迫，是侵犯我的人身权利。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逼你流产了？我那是建议，对，是建议。你口说无凭，有证据吗？大家可都看着呢，你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我可以告你诽谤的。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昨晚那通电话很不巧，我太太开了免提，而我顺手录了音。要不要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放出来，让大家一起听听你口中的建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们敢阴我！哎呀，我突然想起来家里锅上还炖着汤，我先走了。都散开，散开！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这里不是你们胡作非为、聚众闹事的地方，赶紧走，否则我也要叫保卫科了。太过分了，居然逼着老师做那么过分的事，这还是人吗？于老师好刚，支持于老师维权。既然大家都在，副书记也在，那我今天就把话敞开了说明白。第一，我绝对不会放弃孩子，这个孩子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剥夺他降生的权利。第二，我的身体、我的孩子、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做主，我不接受任何无关人员对我指手画脚、道德绑架。第三，这也是最后一次警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骚扰我、威胁我、逼迫我妥协，我一定依法追究到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绝不原谅。坏了，是教育厅和妇联的人到了。这大清早的，把高等学府的大门堵成这样，成何体统？李主任，您听我解释，这都是误会，家长们就是来沟通情况的。沟通情况需要几十个人堵门吗？领导好，我是心理学班辅导员于老师。好，既然当事人在这里，那我们就现场办公。我刚刚在车上就接到10名举报，谁组织的围堵学院？谁在这里公然提出要逼迫一名合法怀孕的女教师伤害孩子？站出来！
早提醒了他们别跟着闹。现在好了，机关的人都来了。领导，您别误会，我们今天来真的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担心孩子考研受到影响，想来跟学院沟通。你管这叫沟通？沟通就是让老师把手术记录发到家长群里。好的，李主任，事情还要从昨天晚上我接到的那通连环电话说一起。昨晚我接到了周玉妈妈的电话，她以学生考研为由对我进行长达半个小时的道德施压，要求我主动申请换岗，甚至要求我终止妊娠。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建议。让于老师说完。周玉妈妈，这里请不要插嘴。随后，他在群里歪曲事实，煽动其他家长对我进行言语攻击和网暴。今天早上，更是带着20多号人堵住学院大门，对我进行围堵和辱骂。这是昨晚家长群的聊天截图，以及沈燕录下的通话录音。于老师，我听说你怀孕了，马上就要考研了，你怎么能怀孕呢？你怀孕这个事儿，我已经和其他同学的家长聊过了，我们不同意，这孩子别要了吧。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为了孩子？这话是你说的？我是一时着急，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为了孩子好心切，说话重了点儿。你知不知道，生育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个女性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你一个学生家长有什么资格，哪来的胆子要求别人终止妊娠？领导，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可没参与打电话啊。对，我们就是被他拉来的，我们在群里都没怎么说话。逼人家不要孩子这种丧尽天良的话，绝对不是我说的，全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家长无知狂妄，那你呢？我们是怕事情闹大了，影响本届大四学生的考研情绪和学院声誉，所以就想私下。怕事情闹大？你们的教师都被逼到这种毫无尊严的地步了，你脑子里还在想着怎么把事情压下去？我问你，如果今天于老师因为门口的暴力围堵受了惊吓，他的身体、他的孩子出了任何问题，这条人命你担待得起吗？终于有人把这件事彻底说透了，我是被恶意侵犯了，而正义就在这里。经过事实核查，现在由教育厅和市妇联联合下达现场处理决定。第一，学院必须立刻在官网及公众平台发布官方说明，明确宣告教师正常怀孕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任何家长个人以任何借口干涉。第二，对今天参与组织围堵、在群内传播隐私、进行言语施压的家长，全部做实名登记调查，情节恶劣者直接移交相关单位处理。第三，学院需要在限期建立完善的教师权益保护机制，绝不允许和稀泥。第四，妇联将全程协助于老师保留所有相关证据，绝不姑息。一旦于老师决定起诉，妇联将提供最顶级的法律援助，奉陪到底。领导，我知道错了，我真没想把事情闹成这样啊，我就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网开一面吧。你没想闹成这样，不代表你没做，成年人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不好了，领导，出大事了！外面来了好多记者，现场围堵大门的视频已经被传到网上了，上热搜了，而且是热搜第1啊！这还是人吗？离谱！考研重要，老师肚子里的孩子不重要了。支持老师维权，必须追责到底。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就在涉事高校大门外，为您追踪这起令人发指的逼迫终止妊娠事件。停后，不要往前挤！保安队，马上增派人手，把门给我死死拉上，千万不能把媒体放进来，找公关公司花钱撤热搜，快去啊！你给我冷静点，撤什么热搜？现在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想着怎么捂住，而是堂堂正正的
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谁要是敢在这节骨眼上耍小聪明，阻碍调查，那就准备好回去接受制裁。闺女，快看，官方通报出来了，教育厅和妇联联合发布的。官方一锤定音，这下看他们还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借口。哟，昨晚不是还蹦跶得很欢吗？不是还集体讨伐你自私不为大局所做的帮雀吗？现在通报下来了，怎么都成缩头乌龟了？他们不是觉得周瑜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孩子好吗？现在遮羞布被撕下来了，装也没用。老婆，你看看这个，网友的行动力可太强了，周瑜母亲干过的坏事都能被扒出来。不仅如此，周瑜刚上大一的时候，他嫌学校分配的宿舍床位风水不好，带着几个人直接堵了系主任的办公室门，撒泼打滚，非要换宿，主任不答应，他就天天去闹。我儿子是要考名就校研究生的，你们这些破老师算什么东西，敢耽误他的前程？在这样窒息的母亲手底下活了20多年，周瑜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伟大的母爱，这就是纯粹的变态控制狂。没错，他根本不是为了孩子的前途，他是在拿孩子的成绩当他自己向外人炫耀的战机。那个男生真可怜，摊上这么个妈也是他倒霉。怎么了？是不是这些评论看多了心里不舒服？沈燕，网上这些旧账翻得越多，我心里就越沉得慌。这几天那些闹事家长之间都在算计老毕，周瑜母亲在为了他的控制欲发疯，最无辜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被在做不了主的周瑜。这是……看来你带出了一群极好的学生，你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是啊，就冲他们这份心，这场维权的仗我也得死磕到底。请进，请进。于老师，我能进来吗？进来吧，别站在门口。老婆，我去外面走廊打个工作电话，你们慢慢聊。于老师，这是一份情况说明。这是什么说明？关于什么的？今天他在校门口当众打我，还有从小到大他对我实施的所有控制、精神折磨，我都如实写下来了。你想好了吗？交出这份材料，意味着你要彻底和他站在对立面。我以前总觉得，只要我再听话一点，再考得好一点，只要我事事顺着他的意，他总有一天会变正常。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不会的，不是我不够好，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他本来就这样。他的爱是个黑洞，我填不满的。周瑜，你给我记住，从头到尾，错的人都不是你。老师，对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我填报了这个学校，如果不是我没用拦不住他来闹事，你根本不会遇到这些烂事，更不会被逼迫。周瑜，你抬起头看着我，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绝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有人把伤害别人当成了理所当然，是因为有人把自己的控制欲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这笔账我们只会算在施暴者的头上。谢谢你，于老师。喂，你好，请问哪位？于老师，你好，我是周瑜的父亲。我在网上看到通报了，于老师，我想见你一面。周先生，你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吗？关于那个疯女人，还有些事你们都不知道。于老师，实在是对不起，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我替那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向你真诚的道歉。周先生，不必绕弯子。他在家长群里大肆宣扬，说你是个抛妻弃子的混蛋，这么多年你就像彻底消失了一样。今天你突然找我，到底想说什么？抛妻弃子，
他一直都是这么在外面败坏我，这么给小雨洗脑的吧？你敢来看他一眼试试？我立刻带着他从楼顶上跳下去！你这种失败的不配当他爸，他是我一个人的战利品。那你今天为什么敢站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一次他终于踢到铁板了，我不能再让小玉跟着他继续烂下去了。这里面是什么？这是这么多年来，他控制周玉，疯狂骚扰历任老师的所有铁证。这里有他半夜骚扰高中班主任的全部录音记录，也有以前的大学辅导员愿意出庭作证的情况说明。拜托你了，于老师，一定把他告到底。你今晚敢不把那个3套卷子做完，我就死给你看！我这么辛苦为了谁？你还要交什么朋友？他们只会耽误你考研。要是考不上，你这辈子都别想好过，我也活不下去了。那些内容比我想的还窒息，深夜辱骂、翻手机、限制交友。原来他不是今天才疯，他只是终于遇到一个没再忍的人。这些证据，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那你这些证据是怎么来的？这些年，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偷偷收集他病态控制的证据。本来我是想等考研结束后再走法律程序，再要回抚养权，怕先闹起来影响他考试。可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丧心病狂到去逼你动手术。周先生，你送来的这些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了这些，他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永远也别想再干涉周玉的人生了。于老师，你受委屈了。如果后面你需要我作证，我绝对不会再退缩，我愿意出面。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场风暴里最深的伤口根本不在我身上，而是在他身上。他被困在一个披着母爱外衣的牢笼里，困了太多太多年。是于老师吗？关于周瑜母亲寻衅滋犯隐私一案，请您今晚来一趟分局，我们需要您配合做一份详细的笔录。好，我马上到。趁热喝，刚热好的。妇联那边安排的法律法援助律师资料我都交接好了。辛苦你了，老公。一切都在变好，不是吗？你一个辅导员，把事情闹这么大，对谁都没好处。你以为你能占到便宜吗？于老师，我一时糊涂啊，你也是快当妈的人了，你懂懂我的心吧。你放过我这一次吧，我给你跪下行不行？孩子马上就要考研了，你不能毁了他。别看了，心烦，我帮你拉黑。不用回，也不用拉黑，留着，都是呈堂证状。不是我心狠，是因为我太清楚，他现在这副痛哭流涕的样子，怕的根本不是自己做错了事，而是事情彻底超出了他的掌控。他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都聊完了？聊完了。那你怎么回答的？他翻我的日记，把我的朋友骂走，逼我写考研成绩保证书，我真的受不了了。老师，原来说出来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你做得很棒，接下来的路你会走得很自由。我到底犯了什么法？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全是为了我儿子。安静，请正面回答你逼迫受害者手术的问题。我让他不要孩子，怎么了？他不过就是一个破辅导员，凭什么跟我儿子一辈子的考研前途比？他肚子里的那个肉疙瘩能有我儿子的命重要吗？哼，他自己不知好歹，非要跟我作对，我让他松指认丁，是在教他做人的规矩。原来到现在为止，他都丝毫不觉得自己有半点错误。于老师，他那几天的求饶根本不是认错，他不是冲动失言，他是真的打心底里认为别人的人生就应该拿来给他让路。于老师，
这份笔录已经作为正式证据记录在案了。这个记录直接把他自己最后的退路也给彻底堵死了。于老师，他的主观恶意非常明确，性质极其恶劣，甚至构成了精神伤害和寻衅滋事。从法律援助的角度，我现在的建议是，完全可以，也必须继续追究到底，绝不能和解。张律师，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麻烦您把程序走到底。经联合调查评估，该生监护人的监护方式存在明显高压控制、情绪失控及长期不当干预行为，对成人子女心理健康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建议相关部门立刻介入疏导，并对其行为进行强制约束。说白了，官方这是直接盖章认定了，他那根本不叫教育，那就是变态的虐待和控制。你们是不知道，以前我们辅导员换了一波又一波，谁没吃过他的暗亏啊？这薄薄的一张纸，对迟来了20年的公道。老婆，网上的舆论2次发酵了，彻底压不住了。领导您好，这是于老师正式提交的完整维权材料。这里面有他逼迫我不要孩子的全部录音，在家长群造谣的截图，围堵办公室的现场视频，还有医院开具的孕期说明，一样不少。我已经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小鱼啊，现在网上的热度也够高了，校方也通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不行，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赌气，如果不处理好这件事，以后绝对还会有下一个人受害。累坏了吧？把事情做绝，你感觉后悔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真正该后悔的是他，从来都不该是我。同学们，大家上午好。考研很重要，前途也很重要，但他们从来都不该建立在伤害别人、践踏底线之上。愿你们都能成为独立、清醒、守得住底线的大人。祝大家一战成硕。我刚才那句话，不只是讲给学生听的，更是讲给这间屋子里所有习惯了和稀泥的商人听的。累了吧？先坐下休息。于老师，周玉父亲那边已经正式通过法律途径申请对相关侵害行为进行约束处理，程序启动了。终于启动了。事情推进的比所有人想象中都快，因为证据太多了，而且每一件都触目惊心。妇联和社区已经同步介入，法院的家事调解也立案了。这种变态的控制狂，绝对不能让他继续毁了孩子。谢谢郑主任，现在的关键是周玉本人能迈出那一步。请进。周玉，进来坐。这孩子身上背负的枷锁，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沉重。老师，我在，你说。如果我想跟他保持距离，甚至不见他，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孝？不是。保护自己不叫不孝，那叫活下来。哭吧，没关系的。老师，我想好了，考研前这段时间，我想申请住校复习，彻底切断跟结束后，我愿意先跟我爸多接触。好，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临时安排已经下发了，从今天起，周玉住校由学院和周父共同监管。门卫给我盯紧了，周玉母亲绝对不得擅自进入校园滋扰，一旦发现，立刻报警。明白。这个决定让我也松了一口气，属于周玉的新生活终于要开始了。这大半夜的，你妈这么轰炸，谁受得了啊？阿姨，这段时间我的手机就放在您这里保管了，有任何人找我，都说我不在。放心吧，孩子，你只管安心复习，谁也别想来打扰你。
晚自习结束了，复习的怎么样？进度赶上了，今天做了2套模拟卷，错的不多。老师，原来不被人一直盯着是这种感觉。于老师，等我的好消息！好好考，别紧张。去吧。冷不冷？不冷，我再等一会儿。考完了怎么还这么多礼？做什么？老师，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没有退。这些天来所有的委屈、愤怒、恶心，还有那些面对周玉妈妈时产生的深深的无力感，都在这一刻有了最妥帖的落点。好了，考完了就好好睡一觉，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责令幽某停止对周玉的过度干预行为，未经周玉本人同意，不得干扰其正常学习与生活。判决下来了。下来了，那孩子也不容易啊。什么？你们在说什么？让我也听听。就是那个周玉妈妈，她的判决下来了。凭什么？我是他妈，我生他养他，法院凭什么不让我见我儿子？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周女士，如果你拒不遵守法院裁定，继续去学校或者前夫家骚扰，我们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拘留措施。你最好好自为之。错了，我真的只是为了他好啊。于老师，这是对方昨天在调解室签下的书面承诺书，他已经彻底放弃抵抗了。除了公开书面道歉，他保证永远停止对您以及学院的任何形式骚扰，并且周玉父亲那边申请的人身保护令也已经生效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听说他现在在亲戚朋友圈里名声全毁了，连带他前夫那边的官司也够他喝一壶的。是啊，昨天去交接材料，看他整个人像老了10岁，全没了一开始带人堵咱们校门那种嚣张气焰。其实这算不上谁输谁赢，他输掉的不是跟我的某一场争执，而是他这些年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偏执和对儿子人生的病态控制。站在专业角度，我非常赞同您的决定，先确保他停止侵害，留足法律后手，比陷入漫长消耗人的诉讼战要现实得多。您现在需要的是安心养胎。谢谢你，刘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了。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吗？落下了，因为我已经不需要靠继续跟他拉扯来证明任何事情了。各位老师，各位家长代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学院发生了一起极其恶劣的事件。作为院长，我必须在这里公开承认，学院在维护家项边界、保护教师合法权益上存在严重的失职和软弱。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经院委会与教育厅联合商议，今天正式颁布新的家项边界管理制度。第一，班级家长群仅限教学事务通知，任何人不得在群内打探讨论教师的婚育状况及个人隐私。第二，家长如有投诉，必须走正规书面程序，任何围堵校门、骚扰、威胁教师人身安全的行为，学院将不再私下协调，我们将第一时间报警，并无条件提供法务支持，追究到底。于老师，请留步。上次在会议室，我为了平息事端，对您说了很不负责任的话。这次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
我只希望，在这个制度出台之后，需要制度出台之后，以后别再有任何一位老师需要用被人逼迫全网网暴的方式来换你的一句对不起。沈燕，我们走吧。于老师，成绩出了，我过了。以前我一直以为考研是我人生中最难翻过去的一堵墙，只要翻过去，我就能活下来。后来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才知道，真正难翻的不是考试，而是那些从小压在我心里的别人强加给我的窒息和恐惧。老师，我决定报法学院了。以后如果我也变成一个拥有力量的大人，我会永远记得，绝不把自己的焦虑变成别人的灾难。沈先生、于女士，来抱抱你们的小千金吧，各项指标都非常健康呢。谢谢，谢谢医生。他好小啊。老婆，别哭，坐月子哭伤眼睛的，我们终于熬过来了。沈烟，你不知道我有多庆幸，幸好我当初咬死都没有退让半步，幸好我没有因为那些疯子逼迫失去他。因为你是个最勇敢的妈妈，也保护了他。恭喜于老师母女平安。哇，我要看宝宝照片，辛苦啦，伟大的妈妈。于老师好好休息，我们全班集资给妹妹买了长命锁。老师，恭喜你，也恭喜这个妹妹平安降临到这个美好的世界。学院寄来的好像是这学期的新版手册。教师依法享有婚育、隐私和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教育之名实施干涉、羞辱和胁迫。有些代价确实很重，过程也足够让人窒息，但如果我当时挨过的骂、受过的委屈，最终能换来这样的保护，那至少说明我当初死磕到底没白成。小魔王醒了，我去泡奶粉。于老师，是于老师。于老师，您带宝宝回学校了？天哪，好久不见！今天天气好，带他出来晒晒太阳，顺便来看看你们这帮即将毕业的家伙。哇，宝宝好可爱啊，这眼睛简直跟于老师一模一样，太有神了。是啊是啊，这也太萌了。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你们呢？论文答辩都顺利吗？工作找的怎么样了？还行还行，虽然被导师骂了几顿，但总算是熬过来了。哎，周玉，你也来了。于老师，周玉，好久不见，看来这半年你过得很不错。那于老师，我们就不打扰您和周学长叙旧了，我们还要赶去草场拍大合照呢。去吧，祝你们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宝宝长得真快。和你父亲相处的还好吗？还在磨合，毕竟错过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一下子就像正常父子那样亲密无间。但是生活真的比以前安静太多了，不用时刻担心背后有一双眼睛盯着，不用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不用再去承担那些我根本背负不起的道德枷锁。这种自由的感觉，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那就好，人生是你自己的，现在你终于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掌控它了。老师，其实今天来找您是有一件事想亲口告诉你。什么事？我决定了，我以后想当一名律师。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遇到不讲理的人，除了低头，除了忍耐，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我曾经以为逃避和妥协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后来
我看着您一步一步的绝地反击，我才知道根本不是这样的。您让我明白，法律才是保护尊严的最强武器。所以，我想成为那个掌握武器的人，去保护那些深陷泥潭却无力挣扎的人。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边界要守，生而为人的尊严要争。所以，我想成为那个掌握武器的人，去保护那些深陷泥潭却无力挣扎的人。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边界要守，生而为人的尊严要争。不该退的那半步，绝不能退。不该退的那半步，绝不能退。辅导员首先是人，一个人永远有权利去守住属于自己的身体、孩子和人生。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逼我回头。